若说用哪个兵器砍头最爽利，那必然是月刃斧八地石。不仅可以当武器，还能当刑具，偶尔还可以充当一下火绳枪的支架，单靠卖相估计就能吓退不少人。八地石据说因为杀人方式太残暴，还被教廷禁止使用。这究竟是一把怎样的武器呢？八地石是16到18世纪东欧平原非常流行的一种长柄大斧，是凶狠残暴的代名词。它通常有150公分左右的花样的上端和60厘米左右新月状的斧头，因此也被称为新月斧或是半月斧。整体重要有2到6公斤左右，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斧头上，因此舞动时威力极大，不仅3斧便能砍翻一头猪，而且在战场上往往会把人砍成2段。这样惊人的破坏力也使它大放异彩，只不过砍人的结果太过于血腥，便进了教廷的黑名单，被下令禁止使用。八地石的斧头和斧柄的连接处有2个地方，一个是正常的顶部与斧柄套嵌连接，另一个则是斧刃下部与斧柄用黄铜固定连接，其斧刃上还会被锻造师进行神秘附魔，以祈求兵器的锋利。八地石斧刃的上半部分因为过于突出，所以这家伙也能被拿来当枪矛使。可以说只要你的力气大，在近身白刃战中用它护身，不敢说万无一失，但至少也是谁来谁死的情况，而且都是一斧劈2段的画面，简直不要太残忍。八地石在当刑具时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当时禁卫军的仪仗兵器，经常用于执法。斩首时只要砍得准，一斧便是一颗头。那你能想象到凶狠无比的八地石月刃斧却是17世纪沙俄射击部队主要使用的武器吗？你没听错，射击部队主要使用的武器。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火绳枪不够快。伊凡雷帝的军队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支比较正规还能定期发薪水的职业化军队——斯特尔茨部队。他们配备早期火绳枪和军刀，以及作为副武器的八地石。士兵随身会携带火药，都具备当场制作火枪弹药的技能。只不过当时装备的火绳枪是皮削火绳枪，这种重型火绳枪既重又大，而且重量分布并不是很均匀，所以会配备一个外形的支架辅助。再加上这种枪使用的圆形铅弹，单颗就有30到50多克重，最大射程和有效射程也有250码和100码。虽然威力极大，在这个距离上可以击穿同时代可以食用的任何铠甲，但是这种重型火枪每3分钟才可以发射2到3发子弹，远距离的命中率也说不好，说不定人都到脸前了都不一定能打倒。因此八地石月刃斧就派上用场了，既可以当火绳枪的支架，又可以让士兵随手抄起和突到脸前的敌人进行肉搏。而且八地石在面对骑兵时还能当长矛用，充当简易版的拒马阵。再加上它造价比传统的长剑低，所以普及的地方广泛，波兰、瑞典、沙俄都在使用，一直到18世纪才被波兰步兵彻底放弃使用。那战俘体系的历史有多久呢？答案是它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久。按照考古发现，早在120万年前的原始人就已经使用原始的手斧进行切割和打猎，而今天意义上的带手柄的斧子则大致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开始作为工具和武器，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普及。在欧洲，斧更成了一个特定时期的象征，有个专业术语叫做战斧文化，形容的就是公元前3200年至前1800年北欧地区的原始文明。而历史上第一批采用标准化设计的战斧是古典时代罗马军团士兵携带的战斧，之后是法兰西斯卡战斧，这种不仅被用于近距离搏杀，也经常被当作投掷武器使用。除此之外，还有宽斧，它伴随维京人的征服和扩张，也扩散到了欧洲各处。在公元1000年左右，丹麦人又对上述战斧进行了改良，其刀刃的长度能达到30厘米，同时斧刃内侧的凹陷更加明显了。这种武器后来被称为丹麦战斧或者长斧，重量超过了1.8千克，斧柄长度接近1米。这种武器需要双手才能使用，由于要连续保持大开大合的挥舞状态，使用者必须具有异常良好的体力。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维京人会在欧洲造成如此巨大的恐慌。
试想一下，当手持巨斧、体格健硕的维京战士出现在毫无经验士兵的面前时，士兵一定会感到惊慌失措。在中世纪频繁的战争中，防御手段也在随着武器的进步不断改良。最初，中世纪时期的士兵们通常会有一件锁子甲，而到14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防具——板甲。这种铠甲经过了硬化处理，可以有效抵御剑和长矛的穿刺。在遭遇铁锤等重型武器时，其弧形设计的表面可以挡开一部分的冲击力。但战斧在对抗板甲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其重量相对较大。事实上，丹麦长斧后来之所以能得到普及，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其巨大的劈砍力量。如果使用它的是一名骑士，那么伴随着战马疾驰产生的巨大动能，其威力更将成倍上升，甚至有可能直接劈开人的躯体。中世纪时，虽然骑士的主要武器是长剑，但由于其破甲能力，战斧仍在战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另外，当骑士们的长剑脱手或者陷入近身战时，他们也会选择更为方便的战斧作为搏斗工具。当时的许多绘画都展现了战士手持利斧的景象，其中的主角不乏声名显赫的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在他统治期间，因为王位归属问题，英格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骚乱。为保住王位，这位国王经常亲自上阵。在1141年的林肯之战中，斯蒂芬在佩剑脱手之后，用战斧砍杀了许多敌军，直到斧柄折断。另一个有名的国王是狮心王理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放在了参加十字军东征上，经常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而战斧就是他最喜爱的装备之一。同时，为方便在马上使用，一部分战斧又经历了更进一步的进化，其手柄被加长，这既是为了增大劈砍的威力，也是便于在马上挥舞。按照记录，当时许多骑士的战斧手柄长达75厘米，这已经接近了双手战斧的长度。另外，骑士们还通常会在这些战斧的手柄末端钻孔并插入皮带，在战时他们便把皮带缠绕在手腕上，以防止武器脱手的情况出现。那么在战斧的文化圈子里，你更喜欢哪款斧头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爱好，探秘神秘历史，揭开冷兵器面纱。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